大家好，我们今天介绍的第9堂课是叫栽培工具介绍。第一个叫居家菜园。如果我今天是盆栽盆栽种植，那我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工具？那记得第一个是小铲子，小铲子我们协助翻土翻土。那除了协助翻土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除了翻土之外呢，它还可以适合帮我们协助搅拌。如果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像制材要混合的时候呢，我们都是透过小铲子去搅拌。那再来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在盆栽上面已经覆土了，把土盖上去的时候呢，然后可是呢土我们放的可能不平均，我们也可以透过小铲子去把那个土稍微弄平，就把它整平。第二个是小耙子，小耙子做什么用呢？我们现在在盆栽里面。如果有个小耙子的话，如果是比较小的小耙子的时候，我们小耙子是负责挖洞的，耙土嘛，顺便挖洞，那比较适合让我们把种子或者菜苗放进去放进那个我们挖的那个小洞里面，然后呢再把泥土覆盖。剪刀来说，为什么不建议是园艺用的，而是就是一般的剪刀最好是买那个钢制做的，比较不会生锈的因为生锈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做剪枝的时候，剪枝的工作的时候呢，很容易因为生锈的关系去产生病害，让很多细菌去侵入到作物的那个什么茎或者叶子。那所以呢我们就尽量买那个不锈钢的比较好一点，不锈钢的一般的剪刀。然后再来就是麻线，麻线的部分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在梅雨季的时候，我刚刚种植一批很幼小的菜苗，可是呢梅雨季要来了，那开始要下雨的时候，为了协助那个菜苗能够顺利成长，我们不得不可能会做一些那个小小的一个隧道型的一个网架。那可是我们要结合那个网状的支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麻线球去绑。那最后一个我们谈到手套我们要记得手套的时候我们要种菜，我们今天要种菜，跟我们要去采收的时候，就千万不要戴手套就是用手，因为我们戴手套的时候会伤害到幼小的这个作物的苗系包含到什么它的叶面。那这个我们刚刚谈到的都是属于城市农夫，就是居家菜园的时候我们是要注意的准备工具。那好了，农地我现在很多人说老师我现在租了一块地那要当城市农夫来，就是我一个市民农园，然后不管多少坪从5坪到50坪都有那样。那我应该准备什么样的工具？第一个我们来谈锄头锄头可以帮忙翻土可以翻土我们锄头可以翻土也可以耙土也可以平土，把土平的把它顺平这样子它的功用很多。可是呢锄头呢基本上就是说它越重的话，虽然我们作业上越轻，那它翻得比较深但是因为它比较重所以在使用上面的时候呢也就是要很有经验就要熟悉它。那如果锄头太轻，变成我们翻土培土耙土的时候都要很用力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呢会比较累，所以我比较建议说我们用比较重的比较重的那个锄头再来这个铁耙子。铁耙子像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锡面做好的时候，我们会拿耙子耙一下，所以耙一下的时候是让它比较平顺但是它有空隙比较平顺另外还有说某些部分的耙子那个孔隙比较小，它呢可以把一些比较大颗粒的石头爬上来那可以让我们去移除就是可以把石头移开这样子。刚刚另外还谈到那个镰刀。镰刀的功能大部分就是割草，那是小镰刀跟大镰刀或中型镰刀。那镰刀割草的时候，镰刀是非常方便割草另外还就是说如果不方便的话，那我们就或者面积太大，我们就是买割草机最后我们谈到那个轻型的翻土机轻型翻土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生根，我觉得用锄头还是太浅了。我觉得这个要再生根的话，那我们就用轻型的这个翻土机，然后我们尽可能把这个20公分左右的土壤就充分的混合充分的搅拌另外还有就有一些朋友他为了要改善他的土壤他可能找了很多的有机质材来
那他希望想把这些有机质材混合到土壤里面，然后这些所谓的有机质材像米糠啊，像粗糠啊，像粗糠啊，或者是有某些干净的木屑啊，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就是那个稻草啊，稻草，他们想说都翻到土壤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会轻型的这个翻土机就把它跟土壤充分的混合。我们在耕作初步的时候呢，我们要善用我们的工具，那就知道说我们这些工具怎么用。以上就是我们这节课所谈论的重点，谢谢各位。